迎收看《寶傑點評》。我們之前曾經談過，就是明明川普對中國現在進行極限施壓，我先把你旁邊周邊的朋友全部一個一個都端掉。我不但一個一個的端掉，我還對你的科技進行卡脖子的行為。對於這樣子，可是習近平還是希望跟川普見面。我們今天做了更深刻的研究，是因為現在中國內部的狀況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嚴峻許多。中國現在最驕傲的就是它的電動車，它的新能源車，而且它的比亞迪今年的營銷增加，賣了更多的車子。但可怕的是，它今年竟然大賠錢。我們知道中國上海它是一個門面，是一個門窗。過去我們知道中國的房地產大跌，可是上海並沒有跌。可是沒有想到，進到今年之後，上海的中古屋的房子竟然也下跌了。更可怕的是，現在全世界的原物料上漲，现在中国的石化业，的石化业曾经把我们的台塑集团打得喘不過氣來，可是現在中國的石化業做一頓賠一頓，做一頓賠一頓，而這樣的壓力代表它的內部有很大的內捲的壓力，而對外更不用講，中國的軍力在美國之前看起來不堪一擊，而這個內憂外患之下，他不得不跟川普見面。但有趣的是，在他跟川普見面之前，他為什麼非要在今天早上特別宣布？他歡迎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鄭麗文到中國去訪問。鄭麗文訪中跟川習會之間有怎樣的關聯？難道川習會的過程裡面會有台灣的議題嗎？而這個台灣的議題到底值得我們多麼關注呢？好，我們今天請到5位來賓，對台灣首位的財經專家黃州松，你好。大家好。好，這是美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資深媒體人張宇軒。好，第4位是戰略專家李廷輝。大家好。好，第5位是股市分析師高子旭。大家好。徐總，我們之前就有一個困惑是，明明這幾年來，我們跟你講，川普對中國是極限施壓，明明給你這麼大的壓力，可是習近平還是要非跟川普見面不可。我們當時有講到說，那是因為中國內部的壓力，他需要美國的市場。結果今天消息出來更清楚的是，我沒有想到說，他比亞迪居然賠這麼多錢。我沒有想到說，他現在積極擴張的石化業居然做一頓賠一頓。我也沒有想到說，過去我們知道它房地產跌，可是上海作為這樣的一個門戶大城市，一線大城市，它房地產本來是盤根不動的，現在連上海的中古屋都大跌6%以上。對，沒錯。實際上，為什麼中國目前為止來說一定要跟美國談呢？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經濟壓力實在太大。這麼大？對，為什麼這樣講？我們給大家看幾個非常重要的產業。第一個當然就是汽車。但是事實上，在去年的時候呢，這個中國的汽車呢，第一次贏了日本，它的整個銷售量呢，成為世界第一的一個銷售。你以為成為世界第一，那應該就非常好嗎？沒有，它實際上整個獲利呢是出現一個下滑的局面。我們講2家公司就好，一個是比亞迪。比亞迪來說，它去年是世界第5大的這個汽車廠，是世界第1大能源公司。它的銷售量呢，事實上是年增的這個幅度相當大。可是問題是，它的獲利呢是年減了大概約莫20%。所以就是說，它是獲利大幅的下降。所以也就是簡單來說啦，我明明賣的比過去更多的車，對，我增加了18%，對。可是我沒有想到，我居然賠了20%，對，獲利反而是更加下滑。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做這個賣的越多車，你反而獲利是下降的。好，那這是比亞迪。過去在講說中國內卷，你還沒有感覺，對，你看到比亞迪，你就完全感受到中國內卷的壓力，對，竟然說我要賠錢賣車子，對。另外一個是我們在講中國另外一個大車廠叫廣汽，廣汽也是一樣，它去年呢，前一年2024年的時候，它是賺8.24億，8.24億人民幣，它在去年的時候变成賠87億。所以就是說，從賺8億變成是賠87億。你看，我們再講的是說，中國在去年的出車量是領先全世界，是贏過日本，對，成為擠掉日本是25年世界第一，被他幹掉了。幹掉它反而車廠的獲利是大幅的下滑。那我們舉一家公司，豐田一家公司的這個獲利來說的話，就約莫是整個中國所有汽車廠的大概是2/3左右。那中國的這個豐田的這個獲利率呢，汽車獲利率大概是10%，中國平均大概是4%。所以你就知道說為什麼？因為他去年我跟他講一個輪廓，就去年他賣了很多車，但是賣到哪裡去？我們大家可以想象，可能賣到俄羅斯，對，賣到非洲，賣到南美洲，賣到這些地方去。那你說你價格有可能會上揚嗎？不能上揚，你反而是在下跌。所以為什麼越賣賠越多？就是或者說越賣然後說獲利越不好。所以汽車產業變成是個往下墜。那甚至這個王傳福，比亞迪王傳福來說，現在進入這個所謂殘酷的淘汰賽。那還在淘汰？為什麼一定要淘汰？我跟他講。中國這幾年光是他們的汽車產業，目前為止新能源車全一年的銷售量3000萬台，可是呢，目前為止全世界這銷售1000萬台。
它是全世界銷售量的3倍。對，但為什麼它怎麼辦？它只能夠讓這些工廠繼續做。為什麼？因為要維持失業。維持低檔嘛。以前凱因斯有一個理論，就是說他一定要創造就業。對，創造就業，他的理由是什麼？他做法什麼？你去挖一個洞，對，你就創造一個工作機會。你再找一個人把那個洞給埋了，你就創造2個工作機會。對，現在中國就是這樣子。你明明你坐車會賠錢，你賣車會賠錢，但沒有關係。但你賣車賠錢，賺那個什麼，坐車賠錢，賣車賠錢。但你可以創造2個工作機會，現在就是這樣的局面。好，那我跟他講，中國汽車到底多重要呢？它光是直接做汽車的，大概是500到600萬人的整個產業。另外，如果你輻射出去，從賣車啦，或者說周邊的一些所謂零組件這樣加起來的話，3000到4000萬人。你看這個產業如果崩了，對中國影響多大？對，雖然無論如何，大家撐着，問題是撐着賠錢都要做。問題是你能夠撐多久？撐不了多久，那怎麼辦？你一定要想辦法打開其海外市場。对，所以最近王傳福他就到說，我要去攻這個英國市場，這就是個訊號。他也知道說，我不能夠一直在開這些所謂第3世界國家或是比較落後的國家，我要往歐洲、往美國去跑，這就是他必須要打開美國市場的原因。那我就講，現在不是只有汽車產業，對，現在有什麼？太陽能產業是如此，綠能產業也是如此。大部分都是非常慘的一個狀況。它這麼多，它怎麼辦？它現在賣到一個比較好的地方，當然就要打開美國市場嘛。而且另外一個讓我覺得非常驚訝的數字，就是中國的房地產。是我們知道中國房地產這幾年當然跌，是，可是中國跌是2、3線城市跌。其實你看到上海的房子其實是穩定的哦，上海的房子是漂亮的哦，北京房子也其實穩定的哦。可是今天我看到一個數字把我嚇死了，就是雖然上海的新成屋並沒有跌，對，可是它的中古屋居然大跌。那你的中古屋如果大跌，你就代表什麼？代表中產階級，我camp的內斗，我買了一個房子，我以後我要換屋的時候，我是要賠錢賣的。對，沒錯，像中國的房地產非常糟糕。我們就講嘛，因為它就業機會不好，你看那些廠商，大家都是這個一camp的內斗，你有工作就好了，然後分紅也變少，所以每一個人的薪水其實是慢慢越來越縮減，特別是在1線城市。如果我們看這個2月跟3月的數字來說的話，大概他們的新成屋來說價格都是下滑，只有上海是唯一漲。上海漲原因是因為它放寬了，你可以來這邊買新屋的這個門檻，也就是以前只有上海設籍的人你可以買新屋，現在你不用在上海設籍，你也可以買新屋了。對，但是中古屋是全線下跌。我們以中古屋，北京大概跌了8.4%，較去年，然後上海是跌了6.2%，廣州是跌了8.5%，深圳跌了7.1%，1線城市是跌了7.6%，北上廣深全跌。這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中國所有民眾他的財富是縮水了，一年縮水了7.6%左右的一個狀況。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上海大家都說上海有一個非常好的這個房地產叫瑞安房地產。那瑞安房地產它其實是因為什麼？因為它都是像什麼上海新天地，很多都是它開發出來，所以它是非常好的一個所謂上海的商用不動產。連它的創辦人都說，不好意思，我現在我的融資困難。所以你可以這樣，我就講，你看汽車產業，我們只要看一個國家經濟，你只要看2個產業，一個叫汽車產業，一個叫房地產。如果這個國家的2個產業全部在下滑的時候，你跟我說它經濟發展會多好，我都不相信。而且我們看到了這段時間，我們不是講嗎？你拿了伊朗的這個便宜的油，你今天拿到俄羅斯便宜的油，所以呢，你在石化產業上，其實剛剛講，透過茶壺工廠對我們的石化業造成極大的壓力。是，結果現在新的數字出來了，它的石化業，它居然告訴我們說，他做一頓，對，賠一頓，對，沒錯。我們跟他講了，事實上中國過去一段時間的確是用這個伊朗的便宜的油、委內瑞拉便宜的油，讓他們吃了非常多的這個便宜，讓打了我們台塑集團這個哇哇叫。可你看今天台塑集團很多股票都大漲，甚至還有漲停，為什麼？因為很簡單嘛，因為中國拿不到這些油了。現在美國就說，你可以去買俄羅斯石油，你買委內瑞拉石油，買伊朗的石油，你各國跟他搶，所以現在他們搶不到。那我跟他講，事實上我跟他今年中國的壓力會非常非常的大。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現在我們不是講嘛，你看台灣現在在搶塑膠袋，很多東西現在都在搶。現在國外所有的，我剛才現在所有的原物料都在漲。今天又傳出說鋁價格也要再漲，然後你更不用講，很多船運價格一漲的時候，很多所有的原物料都會上漲。我跟你講，原物料上漲的時候，對誰傷害最大？世界工廠。世界工厂是哪一個地方？就是中國，所以中國今年會壓力非常非常的巨大。如果我們都感受到說，這個所有的原物料都在漲的時候，中國的製造業更是如此。所以你就幫我們解讀了說，為什麼明明川普對中國充滿惡意，對，而且這一次非常難堪哦。我5月中旬我要到中國去，是做主人的都還沒講，對，當客人就已經跟你指定時間，而且指定這個期限，對，指定地點。
這個等於我還是得吞下去。當然一定要吞，為什麼？我跟他講，以現在的大概的狀況是說，美國已經傳出非常多消息，叫你買什麼500架這個波音啊，買什麼大豆，一大堆買。我看起來的話，習近平是一定要買單，但是他買單的過程中間，他也希望我能夠獲得一些東西嘛。那我要獲得什麼？我覺得有可能是他希望說至少軍售的問題啦，或者說台灣的問題，你要表態，你可以表態，不然的話我沒有獲得什麼東西。所以我覺得其實呢，這是這個跟鄭麗文見面，或者說叫國民黨去，我覺得某些程度來說是為了川習會的，他能夠多增加一些籌碼，做了一個前置作業。所以吳董，你說今天早上中國共產黨突然宣布說歡迎鄭麗文到中國訪問，這是刻意安排的，因為也不得不然，因為我必須要在跟這個所謂的川普見面之前，我要創造籌碼，所以他今天有2個部分，第一個就是我的規格是非常高的，然後呢，我的等於說對鄭麗文來講，我是非常的歡迎的。你說這個東西是耐人尋味的，而且這個對於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对，首先第一個，中國國民黨已經確定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台灣的這個直營店，啊，已經確定啊，對啊。什麼叫台灣直營店？就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直營店叫做中國國民黨啊，確定了嘛啊，就是你看他鄭麗文欣喜若狂，高興成這個樣子，哇，叫你去你就去，而且很高高興興的去，叫去就去，那個無所謂啦，那個但是他高興的這種過頭了嘛。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民調就知道，對他們是非常不利的一個情況。的數字可以公布。那第二點來講的話，那鄭麗文去的主要的目的，他不知道，他去的目的是他代表了台灣，或者是說他們在川習會中，台灣被鄭麗文扮演成川習會的餐桌上的 menu。為什麼菜單？為什麼你這集會去，然後台灣就會變成川習會的菜單嘞？本來台灣這個議題哈，就要議題上討論嘛。他要把這議題擴大成一個熱鬧、重要等等的這個意思，兩個大議題啊，剛才你們就談到了嘛。第一個反對台獨啊，對不對？因為鄭麗文一定會在北京講一些話，對，鄭麗文講什麼話會傷害到台灣？當然，第一個他反對台獨啊，他支持和平統一嘛，對，那這這個老習就問老川，你看到沒有？他講台灣人自己就要統一啦，哦，台灣人就要反對台獨啦，你沒跟講一個。他做一個樣品給他看，叫川普說一樣的話嘛。台灣人的民意是代表中國國民黨這麼大黨的黨主席在北京傳出這種，這是國際大條新聞。那川普要不要跟牌嘛？他叫鄭麗文去北京做宣傳的。當然是啊，他要跟你建立一個標杆嘛，但是這個規格要給你定着，所以鄭麗文會講什麼話是關鍵問題嘛。那個話就是要講給誰聽？川普聽的，講給叫川普學樣，無樣而樣嘛，就學這個樣，你就第一個反對台獨嘛。然後他要講和平統一，對不對？那我要和平統一，反對台獨。另外一個軍售我也反對啦，老娘反對軍售，你看到沒有？3800億加。所以是台灣人不要軍售，你美國就不要賣給了。對啊，我們要和平統一，不要打仗嘛。不要打，我都不打仗，我要買軍火幹嘛呢？所以他台灣人在北京就告訴你說，中國國民黨黨主席說不要打仗，我不要軍售啊。那川普你他媽你這邊鬧事，對呀，你耍什麼流氓啊？是啊，對不對？變成你在管閒事，是你硬把軍備塞給台灣的。對，就是你要塞過來，你要算賣兄弟茶賣給我嘛，對不对？那我現在挺台灣，不買兄弟茶，可不可以？可以。所以這是一場秀嘛，你知道吧？這個鄭麗文就去配合演出的一場秀，所以我說這個叫做直營店。所以國民黨變成了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直營店。當然是啊，但是國民党內部不是這樣子哦，有兩派哦。盧媽今天怎麼講的？盧媽要買軍售8000億到1兆，所以變成親美派跟親中派之爭。我講過嘛，我說這個灰色作戰在台灣變成了中美大戰。是不是開始了？開始了，就是很簡單嘛。國民黨內就開始兩派嘛。那我們執政黨不用談了，但這個執政黨很危險，你知道吧？萬一川普為了要買大豆，為了賣大豆，為了賣他的東西，吃飯說好啊，叫我講為了共仁國，我就送，我打嘴炮嘛。哎呀，我們反對台灣獨立啊，講什麼喝酒嘛，講完就算了。實質上，在法律結構上或政治的這個框架上沒有影響，他沒有
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因對為總統不能改變任何現象，一定要國會通過，对不对？对，跟他講話打嘴炮可以，可以，他嘴炮跟你換500輛，跟你換個500輛波音737便宜嘛。那這個戲要演足的前戲是誰呢？鄭麗文嘛。所以鄭麗文要講的台詞是完全北京交代他講的東西嘛。所以我北京跟你川普講，那你可能覺得說我今天講話的東西不道地，或者我今天講話不客觀，我今天拿了一個中國國民黨黨主席講的話硬塞到談判桌上去。台灣第一大在野黨，你不要開玩笑，第一大黨不是在野黨，台灣第一大黨，他的國會是多數多數黨的領袖在我北京跟我講，我要和平統一，對，我要反對台獨。那你還賣什麼軍購？因為我要反對軍購，不是他乾脆給你講完，你要老娘講，老娘通通幫你講完，他一直都不跟你。你覺得鄭麗文都會講？鄭麗文保證，這個講的會比你的期待還要高啊，因為他會先見宋濤嘛，宋濤先跟他講一講，打嘴炮嘛，最後一天見這個習近平嘛。問題是美國今天也不客氣啊。參議員跑台灣來了，也派一堆人在台，所以這就是中美的在台灣的灰色大作戰。那誰會是最後的勝利者？不知道。但是這個情況啊，對民進黨不利。好，大家體會。剛才講的是，現在你可以看到政協會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就是我要去擋軍購。鄭麗文其實上來以後，他有一個重大的目的，就來擋軍購。那現在我們看到了盧秀燕出來，就是我要挺軍購，就代表中國跟美國兩大勢力的代言人在台灣已經直接交手了，已經打翻天了。而為什麼這麼在乎軍購？我聽講我才懂說，原來我們現在進到的軍購不是只是說我台灣增加我的國防安全，我買的海馬斯火箭彈、西范 ISR， 我今天的無人機剛剛講到都可以電子聯通的，都可以跟這個所謂的星鏈做聯通哦。那個恐怖在哪裡？當我這個軍購真的是8000到1兆，或者按照民進黨的1兆2000億之後，它的重點是我就可以跟美軍完全連接。它代表什麼？是在第一島鏈未來的作戰計劃，那變成單一戰場。單一戰場的意思就是，當我的軍購完成了以後，美軍是可以直接指揮嗎？对，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軍購的內容是什麼東西，比如說海馬斯多管火箭，還有最近已經交給我們就 MQ9的這個無人機，還有未來什麼東西 F16V 陸陸續續都會到台灣來。你可以看到一個重點，這所有的軍購當中的內容已經不是單獨所謂的 defense， 就是防衛功能，它是屬於一種有攻擊性的一個概念。對，那這種有攻擊性，它要靠什麼？要靠所謂的衛星鏈，要靠所謂的指管系統。對，那這些指管系統是誰在指揮的？美國在指揮，就是美國。因為我們要講，你現在在委內瑞拉，你現在在伊朗，我們都看到所謂有個叫角鯊鏈，角鯊鏈就是我要鎖定，我要先看到鎖定獵殺。看到鎖定獵殺都誰在做？都是太空軍在做。那我們今天買的 F16V， 我們今天的這個海馬斯火箭彈，我們今天的未來的無人機西范 ISR 的這個所有的系統，都是跟這個角鯊鏈是有關的。是，而且從北到南，日本、台灣、菲律賓，整個全部攪和在一起。什麼叫攪和在一起？因為這個本來背後來講都是由美國來進行指揮，也就是說從哪邊打，要從哪邊打多少數量，對，要怎麼打，這邊。這個什麼用什麼樣的武器，這完全都是由美國來控制。所以今天來講的話，習近平怎麼可能忍受住你台灣整個進入到美國的這個所謂的指揮體系當中？如果進到美國指揮體系的話，永遠不復返了。什麼叫永遠不復返？你今天要統一台灣的希望完全是滅亡了。那對他來講，現在五中全會，今年五中全會，明年21大的時候，他怎麼去交代？他可以再繼續連任下去呢？因為習近平一上任，剛剛講的，他2025中國製造。東升西降，我大國崛起。我今天代表的是一個中國這個所謂的百年恥辱、苦大仇深的時代過去了。可你搞到最後什麼？搞到你內部經濟一團亂，你搞到外部，你這邊在軍事力量上完全不可以跟中國抗衡。那我怎麼有下台階？是啊，也就剛剛世聰提到，中國內部的經濟已經那麼差了，汽車產業、房地產業都那麼差的情況之下，他唯一可以去對內交代的，只有我要解放台灣，我要收復台灣。那他之所以能夠第3任、第4任無限制的連任下去的理由，告訴內部的，也就是因為我要中華偉大復興。中華偉大復興的一個節點，最重要的，台灣、香港、澳門都回歸了。現在對他來講的話，只有一個叫做台灣回歸。而當你台灣進入到美國的體系當中的時候，永遠不復返的時候，這對他來講情何以堪？所以他必須要趕快把鄭麗文找去幹嘛？他除了做這種所謂的對川普的宣傳戰之
之外，他也要對內交代啊。我對台灣有影響力。對，我就是說我叫誰來誰就來，然後他呢可以答應我條件，所以對他來講，我找郑丽文有对内跟对外2種作用。对外就剛剛講吳董講的，今天叫鄭麗文來講一些話，然後講一些話了以後，我就拿到談判桌上面，我去塞這個所謂的這個川普的嘴巴。對內來講就是，我還是有影響力的哦。是中國國民黨這個黨主席是我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是，而且習近平難道不知道這個所謂的政協會對國民黨的殺傷力有多大嗎？對國民黨在年底的9合1選舉不會造成影響嗎？他都知道。但是他為什麼故意還要做這件事情？因為他不管那個台灣的選舉，他只要管到一件事情，我能夠把台灣這個幾代，然後國民黨抓起來，然後牢牢的抓住。反正你國民黨在內部來講有一定1半以上的影響力。我在台灣我要有一個直營店，那現在如果國民黨願意當這個直營店就太好了。是啊，所以你看到這中間又關係到什麼東西？柯文哲已經沒有用了，因為民眾黨本來是中國共產黨轉移目標要經營的對象，現在又回過頭來去講轉移這個國民黨，而重要的是什麼？國民黨內部現在已經興起所謂的親美派跟親中派的一個代理的戰爭，而這個會使得國民黨接下來會產生一個決裂的。好，軒剛才講，你現在很明顯感覺到說，中美2個大勢力現在在台灣對決，而台灣對決主戰場在哪裡？你說在立法院的國民黨黨團，寶哥沒有錯哦。現在很多人以為說，哇，中美大戰呢聚焦在台灣哦，但事實上只有一個政党，那個政黨就是國民黨。這個狀況你知道很像什麼嗎？像在開夜市，找那個黃金店面哦，那個店面月租4、5萬，對不對？本來呢，國民黨已經要把那個紅色招牌蓋上去了，就突然間裡面哦有店員，我們講造反，趕快趁機把你辦的漆成是我們講美國的這種新條旗在上面，這就是現在國民黨狀況。首先第一個，你一直在講說鄭麗文，但問題是不要忘記。在國民黨這家店，寶傑哥旁邊還有一家什麼店？民進黨開的另外一家店啊。那美國來講，51票，我是不是鐵錚錚的，他就是會過就會過？所以我需不需要整個國民黨？今年你整家店掛我美國的扛棒？不用，我要幹嘛？我旁邊一小角就好了。你這邊櫃檯你愛賣珍珠奶茶，你就賣珍珠奶茶。我在旁邊偷偷賣我美國的雞排，可以吧？只要我這邊有7票、有8票、有10票、20票跑票，或者是在表達意識形態，說國民黨是一個分裂的政黨。他敢跑票嗎？國民黨今天不就有人站出來了嗎？那個人叫誰？叫盧秀燕。來，寶傑哥，我跟我講哦，你一定想說，盧秀燕她有什麼大不了？她又不是黨主席了，她又没有辦法都要卸任台中市長了。不对哦。《紐約時報》你知道他怎麼形容盧秀燕的嗎？他說，國民黨內部唯一到目前為止最有資格挑戰總統的候選人來我美國訪問，這是美國的定性定調。他除此之外，他有沒有講到民眾黨？有，他說另外一個政黨，他的名字都沒提。他有沒有講到鄭麗文？裝作沒有這個人，只跟你講說盧秀燕表達了，只要美國的有需求，他一定會配合答應，而且他不想讓美國人誤會。什麼叫做不想讓美國人誤會？國民黨過去是一個親美的政黨，那未來還會是持續一個親美政黨，所以等於就是同一家店、同一個扛棒，結果你內部現在鬧內訌嘛，這是代理人之爭嘛。那以前大家以為說2個代理人打架，不是在搶同一塊招牌，所以現在盧秀燕她不是孤孤一個哦，包括你看盧秀燕，她底下還有誰？各地的縣市首長。到目前為止，對於整個鄭麗文的說法都是隱而不發。那你想誰？比如說蔣萬安，蔣萬安你知道跟盧秀燕是什麼嗎？姐弟互稱。盧秀燕走到哪裡，蔣萬安絕對跟他後面。那另外一個講張善政，張善政背後的老闆是誰？朱立倫。朱立倫一手把他提拔大的，朱立倫叫他做什麼？往東的往東，往西往西。朱立倫只差沒差本，人家叫他 Eric Chu 啊，那什麼美國間諜都出來了，對不對？所以朱立倫或者是說新北的李四川，代表現在國民黨有實權的地方諸侯，都會站在盧秀燕這邊，所以他分為2派，一派就是免選舉，免選舉逞強，像鄭麗文那種不用選舉的啊，反正我就去熱鬧，我把我自己弄得越高越漂亮越好啊，底下的這些什麼張顯耀啦，還有什麼蕭旭岑啊，那哪一個要選舉都不用嘛，他們就會把這件事情搞大。但是美國抓一個重點，你國民黨是一個現實的政黨。你是一個務實的政黨，所以在你要選舉的狀況之下，你一定有部分的人，包括立法院，包括你聽盧秀燕的人，很有可能會在這邊產生分裂。所以當今天你可能會覺得說，哦，鄭麗文走上了這個習近平的談判桌，我跟你講，他的確會造成重大影響。那個重大影響是什麼？對國民黨選情重大影響。但是他會不會最終導致說立法院全部聽鄭麗文話，全盤往鄭麗文那個方向倒？就不會，我認為不會，因為什麼？因為你逃下來呀，雖然夠細苗。而今天盧秀燕她衝在前面，等於是倆黑雞啊，她要讓國民黨下面這些小雞有話可以講，說我沒有背叛黨中央。他不怕被鄭麗文開除黨籍嗎？把鄭麗文他政治動能有限啊，你今天去選擇說哇，我站在習近平這邊，習近平給你力量，但寶傑哥，你要不要回過頭來看啊？每日電子報，等下吳董可能會講到啊。鄭麗文的民調有多少啊？
中國共產黨的民調在台灣有多少啊？那你要選舉的狀況之下，除非把每個人像你把世聰哥或者把你列成是台獨懲戒分子，鄭麗文才可以把他開除嘛？但不然這個狀況是不可能的。對他來講，實力就是實力。而盧秀燕唯一做錯一件事情，就是當初沒有選黨主席，所以才生出鄭麗文這個妖魔鬼怪。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剛剛宇軒也提到說，現在鄭麗文已經沒有政治動能。現在如果說國民黨真的要跑票，特別是如果跑票的是區域立委的話，鄭麗文真的有能力、有那樣的能量進行政治處置嗎？而《美麗島電子報》剛好在做了國政民調裡面，剛好有2題，我們先公布2題，過2天我們再公布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支持度，那個時候你看了更讓人驚心動魄。所以宇軒，我们剛才講鄭麗文的信任度，之前1月做的時候28.7已經夠低了，現在又掉了將近5個百分點，23.9。現在不信任，就是台灣人不相信鄭麗文的。之前1月53.5已經很高了，現在又到了54.5。那不講說，我去這個政協會，這個是對國民黨是大利多？沒有哦，56.1%的人認為弊大於利，認為利大於弊的只有21.6%。寶大哥，現在的鄭麗文一直在講說，哎呀，不要怕怎麼抹紅啦，我們要撕掉這個紅色的標籤。但尷尬的你知道是什麼嗎？在撕標籤的都是國民黨，國民黨在那邊拼命撕。為什麼會這樣講？首先你要注意，國民黨的基本盤來講，至少有35個百分點。但當今天鄭麗文的信任度在3月26號到3月28號做的民調的時候，只有23.9%。寶大哥，你知道這是代表什麼概念嗎？還沒有宣布前。那你知道宣布之後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嗎？跟參選的宣布效一樣。崩更低，因為國民黨會覺得嚇壞，說你真的要去了，而且你沒有給我心理準備，你突然間說我下個禮拜就要去了，立文要去了，他就直接跟你講，我下禮拜就是要即將去到中國，所以我認為這個信任度到目前為止，可能它會持續的在往下更探。再來更可怕的一件事情，這個叫做不信任度。不信任度是什麼？代表說你作為一個黨主席，這是鄭麗文最具有殺傷的地方，偏偏該死不死，他就是國民黨黨主席，已經有超過一半。認為說你我不信任你，我不相信你的所作所為可能會危及到來，包括幾個，包括到台灣，第二個還包括到國民黨的選情本身，所以這個是剛講54.5，你知道民進黨現在在台灣的支持率最多40%，對，你要說我不信任你40%是全部都民進黨的 OK 啊。可你要多出14.5%，對，那代表說你現在很多的中間的選民，你現在很多淺藍的選民對他也是不信任的。對，這14.5%是什麼呢？我們算比較多一點好了，算20%好了。哦，可能江啟臣在5%了，啊，盧秀燕在10%，蔣萬安在5%，代表國民黨內部已經炸鍋了嘛？就是你這樣太可怕了。那這件事情我們直接看更簡單，這個叫什麼？選舉行情，也就是說3個月內政協會，我跟你講不用3個月，現在跟你講說4月7號直接辦。國民黨的選情會如何影響？這個叫斬釘截鐵，來弊大於利。這個弊大於利是什麼？是對國民黨的哦。所以包括來第一個，民進黨會不會這樣認為？民進黨也是這樣認為，我們把民進黨4人扣掉了。那你這多出來的16.1%是什麼？代表國民黨的人，你看這邊16.1%，這邊21.6%，那加總起來不是剛好國民黨35%嗎？認為說你去會把我們害死。而且剛剛講的21.6%，剛剛講你現在可能是很多現在民眾黨跟國民黨是結合在一起哦。你國民黨跟民眾黨結合在一起的時候，而且你鄭麗文是一直在強調藍白合的，結果你認為利大於弊的也不過才而是21.6%。對，而且你知道公布之後，如果說後續的效應，比如說鄭麗文在中國又講了什麼？又講了說一個中國，講說反對台獨，講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世界上認為只有一個中國。我跟你講，有一個人會繞跑。這個21.6裡面，剛才寶傑哥講了一個重點，根本民眾黨我先跑，我這樣被你圍到，我到時候議員都不用選。所以他可怕的在於說，這個東西是事前整個民眾對他的一個印象，而事後恐怕只會更加慘烈。好，這也不懂。我剛才講，其實你看到鄭麗文今天在開那個記者會的時候，那真的是得意洋洋，非常的一個興奮，而且更妙的是，他是今天早上馬上才接到電話說我叫你來，到馬上就開國際記者會。然後就興致沖沖的要衝過去，可是按照你們的民調來講，對他其實是非常不利，而且我也沒有想到他的信任度是一直往下滑，不信任度是一直往上升。現在一個問題麻煩是，他自己跟媒體在大概幾個禮拜前講嘛，他說這個你放心，我只要去政協會的話，絕對是國民黨的大利多。記不記得講這句話？今天看到了嘛？56.1%的人認為說弊大於利。換言之講，他個人的魅力已經不足以站台了嘛？你現在很簡單啊，你現在他個人的信任度剩23.9%，然後有將近半數的人不信任他，然後大家都不同意他去哦。對，他現在勇往直前，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麻煩在後面的。他會不會去中國了以後就扭轉乾坤了嘞？他不會扭轉乾坤嗎？我跟你講個笑話給你聽好了，因為我看到大概的數字，一個黨主席應該是要幫黨加分，對，所以他的信任度應該要大於黨的信任度。對，他這大小姐真天才，他把國民黨拖下來了。國民黨被他從原来國民黨好的時候，你記不記得好的時候差不多有30多，对，然後民進黨背的時候，大罷免背的是也30多，差不多3咖都30多。現在國眾兩者，國民黨整個向下滑，所以現在國民黨的形勢不好，然後民進黨向上揚，民進黨快4成了，民進黨超過4成，總統也超過4成。但總統賴清德的民調大於黨的民調，這個是對的嘛？所以你黨主席要大於你黨的民調。結果你低於黨的民調，那我現在問你，現在當市議員，我那天問了鍾小平嘛，我小平啊，我說如果這個曾麗文要來幫你站台，你怎麼辦？他說我不要給他站台啊，我比他知名度，我比他民調高啊，我比他民調高，那你來站台，我不是被你帶賽，對，我被你拖垮了，所以這個民調沒有人要請他站台。然後年底馬上選舉，然後他去了之後，這是我們假設題哦。對。那去回來之後，會高還是低？當然不好嘛。不會高嗎？不，去了不是更慘？你後面有川習會再殺一刀你不要，你看國民黨民調怎麼突然間從1月份到3月份開始走下坡，就是一個軍購嘛。軍售是誰搞的嘛？就他一個人搞的。他為什麼從28.7變成23.9掉5%？掉5%很多那他這2個月幹什麼？是幹一件事情，黨軍購嘛。黨軍購就是他一個人在黨。對。那去政協會是他每天在叫。對。那叫我們，你叫，然後跑到中國去黨軍購。對。黨給全世界。然後跑到中國去反台獨。對，這他幹的事。我們本來做這個題目是假設題，你知道嗎？我們根本不知道今天會發生這個事情，所以我們講說3個月內如果有了，結果他真的跑出來了。他真的要去了。真的要你看國民黨倒大霉啊！這個56.1的人覺得弊大於利。我告訴你，所有的選舉候選人，6都候選人，我現在問你，蔣萬安會跟他站在一起嗎？不會嗎？切割幹嘛剛剛沒戲這樣你一過來，我就變成共匪。因為你講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這裡會覺得我自己充滿魅力，我是有吸引力的人，我可以號召到天下的兵馬。結果呢，他就當然就是要很熱忱的去找所有的這個所謂的諸侯要參選這個縣市長的人，我要跟你們拍照。就有一個人呢，跟他拍很重要六都的重要的人物跟鄭麗文拍完照你鄭麗文要跟我拍照，我就跟你拍照。可跟鄭麗文拍完照了以後的那個照片就撕掉，這樣幹嘛？自己去拍一張？當然是沒有，自己去拍一張，對，沒有鄭麗文的照片，就是很簡單，你要幫我加分嘛。你23.9，我落選，我縣市長如果23.9，一定落選啊。縣市長要過關，一定4成民調以上啊，談都不要談嘛。對不對？我們最近做民調一系列下來，你看起碼跳的都是30多、34.5，大概都這樣提名人對不對？結果你大小姐給我搞23.9，然後這個最糟糕在哪裡？弊大於利已經告訴你56%了嘛，對啊，結果你還要去嘛？你還要去的結果就是大家是不認同你，然後你還要強迫你一個人硬追硬擠的，你要搞我媽的这個大利多，他今天還認為大利多，今天還認為大利多。那我們現在民調告訴你利空，那現在怎麼辦？現在他一個人就是寶傑的名言嘛，再重複一次嘛，鄭麗文會是民進黨的大貴人。廷偉，你也是研究中國的，你說今天中國共產黨宣布要讓鄭麗文去的時候，裡面字字珠璣，而且我覺得鄭麗文講的很好笑是，他說嘛，他回到2005年。連爺爺回到中國的那樣的一個場面，可是回到那個場面以後，你說台灣人會嚇死了，因為整個時代的背景都不一樣了。一個最簡單的觀察就是，以前連戰去官蓋雲集都是大老闆，現在還有大老闆敢跟着你嗎？沒有啊，根本不會有大老闆跟着他，因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經濟就是帶賽的情況之下，你去不是更慘嗎？
各位要知道，聯胡會2005年那時候是因為阿扁連任之後，他們搞出一個反分裂國家法，趕快要收回來，告訴台灣民眾說啊，沒有對你那麼壞啊，所以呢，我就用一個聯胡會。但是你知道聯胡會那時候是什麼？是胡錦濤跟溫家寶的體制，是整個中國經濟在往上爬，是所有全世界都在想要去賺中國錢，所以包含連家，還有包含國民黨的所有的中常委、中評委，他們在那邊的企業都想賺錢，所以就跟着去了嘛。那現在呢？現在鄭麗文去的時候，剛好就是習近平最慘的時候，你中國狀況最慘的時候，你去跟他接觸，那你自己會不會被帶哨，帶到曬這樣子？對，也就是什麼概念呢？就是中國當經濟嚴重下滑的情況之下，你反倒是不應該去承接他的，你應該是要去跟有錢人的美國這邊來交朋友才對嘛。所以整個情勢的發展。當然，或許啦，鄭麗文有他的意識形態，他都認為說這個東西來講，他是中國人，他是什麼都之類的。但是你覺得他因此會得到習近平這樣子政協會的加分嗎？沒有嗎？不可能的事情啊！你知道，他就變成兩岸第一人不行嗎？不就是連戰後的第一人不行嗎？不是啊，第一人就是什麼？就是你把經濟更加拖垮，你覺得跟中國之間。扯上關係之後，中國會怎麼對你？但中國沒有能力可以對你啊！你看中國，他現在對委內瑞拉、對伊朗，他完全沒有辦法去拿出任何的資金、拿出任何錢來幫助他們啦。然後你再看一件事情哦，這個事情根本就是習近平自己本人拍板定案，底下的人應該有很多人跟他建議說啊，這樣我們會不會害了國民黨？會不會怎麼之類的？你看到宋濤怎麼講話？他說我授權發布。他那個授不是手字旁的授，他是接受的受。什麼叫授權發布？我接受習近平告訴我說，叫我去發布這個訊息。所以什麼意思呢？他知道宋濤知道國民黨內有不同的聲音，他知道說如果正習會的話，有可能會慘遭這個所謂的這個把國民黨搞垮掉，滑鐵盧就選舉滑鐵盧。那這時候呢，我不要說我宋濤不懂國民黨啊，不要的，這個是我什麼？習近平告訴我的，習近平叫我去做的。那你國民黨內呢，你就自己好自為之吧。也就是說，今天要正習會的是習近平，而不是國台辦的這些專業幕僚們，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習近平常常誤判，習近平常常誤判，否則他的中國經濟不會搞成這個樣子。習近平以為這樣子正習會之後可以刁到川普，對，但是川普也不是省油燈，他也不是吃素的，所以接下來的川普說不定啊會對國民黨動手啊。反倒是不是對這個，因為這樣子的話，就想說啊，這個台灣還有人有聲音講說什麼為了要和平統一又什麼之類的，反倒是因此把鄭麗文當做一個，因為鄭麗文講過嘛，他訪問完中國之後要去美國訪問，能不能去美國訪問就是一個問題。不要忘了盧秀燕是美國邀請去的，那今天鄭麗文到時候如果真的有辦法去美國訪問，美國一定會給他拍頭吃的。而且剛剛講到的。現在美國進到台灣是已經明火執照，我也不演了。我覺得這更妙的是，我從來沒有聽過說我們就要買海馬斯火箭彈，你不但可以延期，你不但可以延期，頭期款美國還把你先墊好，還有這種事情，我是第一次聽到。而且美國根本就你付不出來，美國現在根本就把以前台灣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了。是你付不出来，然後我幫你先墊款，然後以後你有錢再慢慢還給我的概念。這個在中國怎麼可能做到這種事情？所以簡單說，美國把你視為是自己的人、自己家人的這種狀態之下，當你這個鄭麗文又跑到跟北京眉來眼去的時候，美國人不修理你國民黨才怪。受到了伊朗情勢的影響，剛剛講的，現在油價不斷的上升，全世界的股價在下跌。我們看到日韓股市真的跌到不知道到哪裡去了。可是台灣雖然當然也跌，可是台灣基本上還是有支撐，甚至今天還有股票上漲。对，這個股票上漲，你就說。有的時候你要看那樣看門道，這個東西就代表台灣的真正在未來 AI 世界，或者是在整個非紅供應鏈裡面，台灣有些東西那個扎的底是非常扎實的。沒錯，像今天的這個亞股真的死傷慘重。為什麼這樣講？你看上個禮拜的時候，這個周末不是說，這個連胡塞組織都要封鎖另外一個這個紅海的海峽，大家完全嚇傻了。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時候，油價一度飆破100塊，那亞股全部都開低。那最慘的時候，日本股市跌了5%，韓國股市也跌了4.多%。所以早上開盤大家都很害怕，哇，今天又要1000點的大屠殺啊！就沒想到開完之後沒多久，台股就慢慢往上拉。最後呢，事實上台灣還是跌了大概2%。不過相對於日韓來說，我們跌幅已經很少了。你想說，怎麼這個全世界台灣的支撐在哪裡？對，全世界跌成這樣，為什麼台灣能夠撐得住？台灣目前只有2個東西撐得住。第一個是什麼？
台積電相關的供應鏈今天撐住了，尤其台積電也撐住，沒有跌的那麼的重。另外第二部分是DRAM記憶體相關，因為什麼？上個禮拜不是很多大廠都要入股南亞科223塊，今天還跌破那個價格，那當然就會被它撐起來。所以就是說，外資現在看好台灣的產業，還有台積電本身的供應鏈呢，撐住了整個台灣今天的跌幅。也就是我們之前講的，你未來 AI 的需求真的非常大，對 ，AI 需求非常大，你就有非常大的現場的需求，是有现场的需求裡面。這是實打實的，對，沒錯。所以今天很多台積電相關供應鏈其實表現得不錯啊，像大量今天還漲停板啊，印能也漲停板啊，穆德股價也是非常強啊，還有很多台積電的設備，還有漲停板的，今天還蠻多，就是跟台積電相關，還有很多漲停板的哈。所以你看那怎麼那麼強呢？哈，那我跟大家講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公司，就是印能，今天股價也是表現得不錯。寶傑，你知道印能在做什麼嗎？他在做烤箱，烤箱，他本來做烤箱的，對，烤箱。那現在做什麼？他還是做烤箱，他還是做烤箱。对，但是烤箱不，这個烤箱不是烤麵包的烤箱。他是說他本來是做烤箱，但是他現在是台積電的供應鏈。對，他不是做真正的烤箱，不是烤麵包，他是烤晶片，或者烤晶片要烤。对，晶片要烤。大家想說晶片為什麼要烤呢？哈，我跟他講。像過去一段時間，印能剛成立的時候，他在這個晶片產業裡面是做烤箱，但是根本是那時候沒有人要用，因為為什麼？我幹嘛烤？我晶片就這樣做一做就好了。但問題是現在有一個不一樣，寶傑你知道現在的這個 AI 晶片是這樣子的，它除了底層要個載板，上面還有非常多基板疊着在一起。疊在一起的時候，你這有不同的材質，不同材質的時候呢，會遇到個問題。我這樣封裝起來的時候，可能有些地方會有起泡或者不平整的地方，我就要用烤箱把它烤，因為我要上很多膠嘛，很多膠。我們很多膠的時候，我們不是說嗎？我們上次不是講到嗎？這個，我們的某個大老闆不是在那邊貼標籤說用吹風機嗎？那就烤箱就是一樣的意思，我要把這個東西送到烤箱裡面烤，讓它完全能夠均勻的這個受熱就 OK 了。好，所以在為什麼 AI 就需要用到，或是未來的這個所謂 FOPLP， 它這個是什麼東西？這個就是未來的所謂的面板級封裝。因為面板級封裝來說，它下面是一層玻璃，上面又是一個所謂的這個相關的塗料，這樣子封在一起的時候，你需要烤箱把它烤得非常熟。好，你仔細看哦，這就是烤箱，它進去烤咯，烤，你有沒有看？它泡就冒出來，對，跑出來，對，因為什麼？因為你貼合的過程中間，你會有一些氣體在這邊。我一直烤到最後，你看這些氣體都出來，你看慢慢，就是它把中間的這個氣體都把它壓走了。壓走之後呢，這樣子你看有沒有慢慢有氣都慢慢出來，慢慢出來。它這樣子的話，未來才能夠運能的好。如果你沒有經過烤的這個過程，你電一通過，裡面就完蛋了。你看這也是一樣，它會有一個點出來，就是說你要經過一直不斷的烤到最後呢，讓裡面的很多空氣是我們看不出來的，但是你藉由這種熱壓給它壓力之後，它就會跑出來。對，跑出來的話，這個才會我們這樣封裝的過程，一層一層膜貼上去的時候，你根本看起來好像是完全 OK。對，但是你沒有經過這個烤之後，你就不知道它裡面其實有非常多氣泡跟氣孔在這裡面。可是你說他以前真的做烤麵包的。他從做烤麵包做成這個，沒有他可以做烤麵，但是他最早是做烤箱，在那個烤箱來說也是半導體製程，只是以前不需要，但是現在變成是說你良率要提升，對，就一定需要這個烤箱。所以我們的良率提升是很多小的妹妹嘎嘎結合起來的。就是說為什麼三星可能很多地方做的不如台積電好？你沒有烤箱啊？對，為什麼？我跟他講，這是個原因之一。因為什麼？因為台積電的烤箱是公司幫他定做的，很多你要用外面買，因為以前沒有人在發展這個東西，現在是突然有了這個東西。那我跟你講為什麼？所以這家公司為什麼我說很厲害？它的一台烤箱毛利率66%。它非常的高價，所以我才說這個就未來會越來越重要。所以有些東西我們看起來很不起眼的，居然那麼賺錢。對，但是可能大家對烤箱沒有什麼印象，但是你看了這個影片，你就知道哦，原來是這樣。它就要把整個晶片製造過程，你很多層這樣疊起來的時候，中間有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空隙或者氣泡，你要完全把它擠出來，或者把它榨乾。好，所以子旭在我們的供應鏈，也就是說，以前師兄講台灣就充滿職人精神，有一個非常小的地方，你覺得非常不起眼，我們居然可以做到最好，做到最好以後，我居然可以賺這麼大的錢，也因為這個產業鏈的整個串聯起來，所以台灣在整個我們面對全世界才有這麼有抵抗力。對啊，我們看到在過去這幾年從最早我們都在談所謂的先進製程，可是最近這3-4年談的是所謂的一個先進封裝。那先進封裝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剛圖片秀出來的堆疊這件事情。那堆疊呢？因為在堆疊的過程中，它每個材料的材質不同，當你有熱的時候，你的膨脹係數是不是就不一樣？塑膠跟玻璃對不一樣，跟矽的膨脹係數會一樣嗎？不一樣。當膨脹係數不一樣，晶片又要做得很大的時候，它很容易就因為發熱而斷裂。
所以我們看到在台積電的一個技術演進上面，除了技術的需求之外，我們看到了台積電這幾年的毛利率能夠維持，主要是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很多在地的供應鏈，包含的設備也好、耗材也好，去撐住這些毛利率。這是讓台積電能夠很有本錢有能力去跟廠商議價，也可以維持高毛利所在。那當然了，我們看到在最近的盤面除了這些先進技術之外呢，我們要回到盤面，其實也受到戰事的一個影響。從最近的韓國股市也好，日本股市也好，我們可以看到大概從高點修正13% 到15% 左右。可是台股真的很硬，至今從高點修正沒有達到10%所以真的是相對的抗跌。那我認為相對抗跌其實有2個環節，第一個部分剛講了。很多 AI 的一個供應鏈包含了剛講的一些設備，甚至檢測啦很多的一個製造供應的相關類股，台灣是獨一無二的，沒錯，都在台灣所以呢，在台灣來講，搭上這個 AI 的，我認為它不是一個短期的風潮 ，AI 會是類似像過去2000年網絡的發展，它未來會有更多的一個應用面到這個邊緣的一個部分，這是一個層面。那另外一個層面，我必須講，台灣的投資人在買股票真的很敢買對，就我們看到從過年之後3月多至今，外資累計賣超快要9000億可是呢，一樣在2022年當年外資賣1.2兆台股跌了27%。可是現在外資賣了剛剛講9000億，台股從高點到現在跌不到10%，所以相對抗跌。那不過在相對抗跌的同時，我們講好的也要提醒風險嘛。當這個戰事如果繼續延續，在1個禮拜、2個禮拜，而未來從這個禮拜5開始有美國的非農數據，下個禮拜有美國的通膨數據。如果相關的數据都比較不好，對於美股來講壓力會大，是否會進一步造成外資的賣壓放大，這是要留意的重點。不懂。昨天我想說，現在伊朗開始慢慢讓很多船只經過荷姆斯海峽，特別說你掛着巴基斯坦的船只，你可以過去。可是沒有想到，本來中國中遠航要經過的時候，居然掉頭就回去了。為什麼掉頭回去？伊朗跟他警告說你不能過。伊朗跟中國不是過命的，跟这个人說過命的兄弟嗎？不是好兄弟嗎？怎麼中國的船要過荷姆斯不讓他過了？過命兄弟跟鈔票有什麼關係啊？要不然買單呢？沒買單嘛，當然要買單。現在到底是誰在荷姆斯海峽這邊收錢？這個整個伊朗亂成一團嘛。現在聽說有5、6個國家已經通已經處理好了，但是而且他們聽說他因為一艘船要收費要200萬美金呢。你知道多少？那多大錢？那是誰在分這個錢？對，那當然是革命衛隊，他們本身一票，他們自己裡面內部有分錢的一個機制，還有對外收錢的機制。然後他的 A 代理人有的人，他不是說亂七八糟，他不是，他裡面都是他有他的規矩，已經不是中央政府在收錢了，他各地都有軍閥，有軍閥嘛。所以這個中國沒買單嘛，這很簡單的事情。中國真的跟伊朗有那麼好嗎？不好嗎？哎呀，這個還很難講啦。所以這個很多東西、很多關係，我剛剛我提過嘛，到底是海灣國家的關係比較跟中國比較好，還是這個伊朗比較好？海灣國家，當然是海灣國家利益太大了嘛，他投資多少錢在那邊嘛？那100億、1000億美金，但是所以目前這個關係是不確定的關係。那這個表示他們還沒有搞得很好，但中間有一個讓我很懷疑的一件事情這2天我看到《紐約時報》有一個報道，就是說現在他這個伊朗的這個飛彈它的這種長程飛彈的射擊能力、精準度在加強，越來越準了，越來越準了，數量降低它的戰術，它過去是用蜂群戰術，過去是過飽和，啪一堆炸過去，現在不是它現在瞄準到每一個在中東的美軍的基地。不同國家它有美軍基地過去美國人放基地放在，比如阿曼放在哪裡，對不對？他沒有什麼考慮到有什麼空防問題。現在突然間把天上發的無人機飛過來了，飛彈打過來了，他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開始全部要警戒，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發生指揮官通知大家要去防空洞躲起來，美軍去躲防空洞，你知道吧？現在表示伊朗打得準了。那為什麼打得準？很簡單嘛，有衛星的嘛。那簡單那個衛星啊，那誰的衛星？那他們講商業衛星啊。那狗怎麼可能商業衛星嘛？那北斗衛星有沒有做商業？有商業衛星嘛。所以我認為中國在暗中也在幫他們忙。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
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布局。